看到哪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里是为你读书。今天开始呢，我想和大家聊本新书——三浦展的《孤独消费论》。三浦展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家，专门研究家庭、年轻人、消费、都市、阶级等社会现象，被人们称为日本社会消费研究第一人。他有着长达40年的消费社会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历，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所以三浦展对消费市场的动态，他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主要的著作有《下流社会》《低死消费》，还有《东京正从郊区开始消失》等等。同时呢，三浦展对中国市场他也有很积极的参与。几年前，他为到日本考察的中国企业家团体做了不下30次的演讲，还专门来中国演讲3次。这就让中国的企业、商业、投资界，甚至是创业人士都接触到了他的观点。通过深入研究日本的消费市场的发展经验，进而去思考如何应用于我们中国市场。众所周知，在商业领域，一本书能同时获得投资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通常就意味着它触及了某种亟待被解读的市场真相。《孤独消费论》就是这样一本书。投资圈的人们在分析市场趋势时，往往会从宏观经济数据、行业报告入手，但现在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行为无法被传统的指标解释。为什么一款设计简单的一人式小火锅能突然成为爆款？为什么二手交易平台的老款相机价格比新品还坚挺？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偶像的虚拟礼物一掷千金？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孤独消费论》里似乎都能找到线索。企业经营者们他就会更关注实操层面的启示了。当传统的用户画像越来越失效，当 Z 世代新中产这些标签无法去精准的定位消费者需求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种新的视角来理解消费者。这本书中对日本孤独消费现象的剖析，让他们看到了消费行为背后的情感逻辑。那些看似非理性的购买决策，其实是孤独感驱动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你看，比如日本的古着市场的规模即将超过了快时尚。古着这个概念，一会儿我在后边说到。这些数据让很多的服装企业重新审视自己的产品策略，是不是该从快速迭代转向持久陪伴是不是该在设计中加入更多能承载情感的细节？更重要的是，这些商业人士意识到，孤独消费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它是全球化的趋势。像我们中国的单身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到如今差不多得有3亿。1、2线城市的年轻人同样面临着独居社交减少的这种状况。企业家们、投资者们相信，孤独消费论里的观察，它能为中国市场提供一面镜子。虽然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是不同的，但背后的人性逻辑一定是相同的。所以读懂了这本书，就像拿到了一把解读未来消费市场的钥匙。在我看来，孤独消费论差不多是要揭开孤独和消费之间的这种隐秘联系。它不把消费看作孤立的购买行为，而是把它放在社会变迁、人口结构还有心理需求的大的背景下去考察，试图让我们看到每一次消费决策背后都可能藏着对孤独的一种回应。这本书的序言这一章呢，主要做了3件事儿首先，它描绘了日本社会正在兴起的这种新型的消费形态。其次呢，揭示了这些消费形态背后的这种孤独感的动因。最后，他用数据去证明这些非主流消费的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具体来说呢，他提出了2个核心的概念，一个是脱离消费型消费，这个有点拗口；另外一个是兴趣型消费。所谓的脱离消费型消费呢，它并不是指不去消费，而是消费方式的转变。人们不再追求拥有新品、拥有名牌，而是更在意物品的性价比、情感价值和它的可持续性。你比如说，在百元店里买设计感的商品，在二手平台淘好物，继承长辈的
旧物以及修理损坏的物品，甚至是自己动手制作饮品、制作食物，朋友相互之间去赠送、交换这些物品。这些行为看似很零散，实则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消费哲学，就是与物品去建立一种更长久、更有意义的联系。兴趣型消费呢，则是更偏向于精神层面了。它指人们为了特定的兴趣爱好而进行的消费，最典型的就是对偶像的应援。从购买 CD、门票到周边的产品，背后是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情感互动需求。还有对复古文化的追捧，年轻人听老歌、穿古着、逛昭和风格的老店，其实都是在通过怀旧去寻找情感寄托。特别说一下古着这个概念，后边的章节也会经常的出现。它指的是在日本有着30多年历史的二手衣服，但不仅仅是旧衣服，在我看来，它更代表的一种时尚选择和文化现象，具有独特设计呀、历史价值，甚至是个性化的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说回到序言这一章，它先用现象描述打破人们对消费就是买新品、买大牌的固有认知，然后呢，用三菱综合研究院的三菱综合研究所的调查数据证明孤独感的普遍性。接着呢，用新家庭经济调查的结果来展示新型消费的市场规模。最后指出，这些消费正在地下化。什么叫地下化呢？就是他们不在传统统计的视野里，却真实的能改变着市场格局。在我看来，这些现象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日本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经历了泡沫破裂，现在进入了低增长阶段，物质已经非常丰富了。那人们对消费的需求自然就从满足物质匮乏转向了填补精神空虚。同时，老龄化、少子化、单身化就让这种孤独感就成为了社会的这种普遍的情绪。而消费恰好就成了释放这种情绪的出口。当传统的交往方式传统的社交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的时候，通过购买呀、使用、分享物品来建立一种连接，就成了一种替代方案。这就像一个人独居时，他就会给宠物买很多的玩具，其实是在通过这个方式来缓解自己的孤独。在这里，物品就成了情感的载体。理解了这些现象之后，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对于我们个人以及企业都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孤独消费论》这本书的启示可能在于，我称之为轻型消费。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我买这件东西是因为真的需要呢？还是因为无聊、孤独？还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是为了迎合别人？如果能想清楚这些问题，或许就能减少很多的冲动消费，把钱花到真正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地方。比如说，与其在网上大肆的剁手、疯狂的剁手，不如像书中说的那样，去市民农园去种点菜，既能打发时间，还能收获新鲜的蔬菜，还能认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一举多得。那对于企业来讲，行动方向可能就更明确了。既然孤独感驱动着消费转向了情感化、个性化、可持续化，那么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就得围绕着这些需求来设计。你比如说，能不能为独居的青年开发更加小巧的、更有设计感的家电？能不能建立一个平台，让喜欢修旧物的人互相交流技巧、分享成果？能不能把复古的元素融入到现代产品中，满足年轻人的这种怀旧心理？日本的二手交易平台 Mercury 市值突破了100亿美元呀，那就是因为它抓住了脱离消费型消费的趋势。中国的企业完全能从中得到启示。其实，当我们把这些观察放到了中国，尤其是1、2线城市的21岁到35岁的青年身上，就会很容易看出消费行为呈现出的不一样的面貌。和日本的年轻人一样，
中国的年轻人也在经历着孤独感带来的消费变化，但因为社会背景还有这个经济压力、生活压力的不同，这些变化又带着独特的中国印记。你比如说，日本的年轻人的脱离消费性消费更多的是主动选择，而中国的年轻人呢，可能更多的是被动适应。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更注重性价比。买二手家具不是因为喜欢复古，可能只是为了省钱。自己做饭不是因为享受过程，而是因为外卖太贵了。但有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慢慢发现了这些行为的附加价值。你比如说，二手物品的它的故事感，自己做饭呢更健康，反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习惯。再比如兴趣性消费，中国的年轻人同样会偶像应援，会为爱好买单，但社交压力常常在这种消费里头融入，然后让这种消费变了味道。日本的粉丝为偶像花钱更多的是自我满足，而中国的年轻人可能是因为别人都在买，我不买跟不上圈子，这种原因他去消费，让兴趣变成了负担。那这种内卷式的消费其实是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的一种混合产物。这些差异其实会为我们在阅读这本书后续的章节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间。这本书的序言这一章，只是一个开始，后边还有5章的内容。我们可以期待，作者会不会深入探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在孤独消费上，这些人他会有什么样的差异？会不会分析技术发展，比如说社交媒体啊、人工智能 AI 等等对孤独消费的影响？会不会给出具体的企业的应对策略？而从中国读者的角度，我们更关心的可能是作者所提出的一些概念，比如我们后面会讲到的第5消费时代，如果遇上中国的新质生产力，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当孤独消费遇上国潮，又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思考那些在日本出现的消费现象，会以怎样的方式在中国落地变形？或许这会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版本的孤独消费故事。它既有全球趋势的共性，又有中国特色的个性，这些都等着我们在后面的章节慢慢发现。我觉得读这本书最大的惊喜之处就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消费从来都不只是经济行为，而是一面映照社会心理的镜子。每一个看似微小的这种消费变化，其实背后都藏着时代的脉搏。当我们读懂了这些变化，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创业者，都能更从容地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序言就只是打开了这扇门，那门后的风景就让我们边走边看边探索吧。这里是为你读书，我们下期这本书的第1章见。